我当时是挺过分的，然后他真的伤透了心了，可是我还是想跟他在一起，我还是很爱他，我也知道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我错了，希望你们能帮我再跟他在一起。别哭了，我们这边肯定会帮你的，好吗？我真的知道我错了。女生为了救自己的母亲，宁可放弃一段情感。如今，母亲获救了，她想回头，男生这个心坎儿能走过去吗？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小文，25岁，来自湖南，培训老师；女主人公小景，24岁，同样来自湖南，是一名秘书。来，有请两位。熟悉节目的观众朋友都知道，他们手中的密码箱各自藏着一个彼此并不知道的秘密。你们愿意公开吗？愿意。我愿意。认识几年了？大一到现在的话，应该是5年了。谈恋爱有多久？我大一认识他之后不久，我们就在一起，但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们分手了，所以只谈了大概4年。是这样吗，小伙子？现在吵的都是一种情绪，我来问问事实好不好？妈妈是什么病？能告诉我吗？妈妈去年春节的时候，她腰一直都不舒服嘛，因为过完春节我就要来长沙去找工作了，所以妈妈到时候也一直瞒着我没有说。后来她就是腰越来越痛，实在痛得受不了的时候，她就把水烧开嘛，拿那个毛巾去蘸着开水给自己热敷，然后她还跟我的婶婶叔叔说不要告诉我，不要让我知道。后来就是她实在痛得太厉害了，引发了那个心脏病嘛，我妈心脏一直都不好，那天就晕过去了，然后婶婶把我妈送到医院去，就赶紧给我打电话，接到电话才知道妈妈已经去医院了，我真的觉得天都塌了。我爸爸在我18岁的时候就去世了，他之前我11岁那年就中风瘫痪了，爸爸，然后病了大概8年之后，在我高考的前3年，我爸爸就去世，当时也是全家人都瞒着我，我当时就心里很不安嘛，我说为什么我每天都吃不下饭呢？我一吃东西我就想吐，然后那时候我就跟妈妈打电话，我说妈妈你可不可以来陪着我高考？我说别的同学都来了，那个时候我爸爸已经去世了，我妈妈说家里面有事情走不开，我说你怎么这样对我？你是不是我妈妈？你为什么不来陪我？我还那样误会了。后来我妈妈还是来益阳去陪我高考，我都没有看出来妈妈这个心情那么沉痛，我当时都没感觉到。高考之后，我当时还准备去参加同学的那个高考的一个晚会嘛。然后那个时候，我老师才跟我说，你还是回去看看你爸爸吧。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女孩子的身世还是蛮坎坷的，像她父亲去世，妈妈一个人带她，这个你知道吗？知道的，我并不介意这些。然后我当初和他在一起，我是愿意承担这些的。每次去他们家的时候，我都是大包小包的去带一些营养品去看他妈妈的。关系好吗？关系很好啊，这个你承认吗？他跟我妈妈确实特别好啊，因为他自己也是农村出身嘛，他非常勤快。他跟有别的男孩子都不一样，这是我那么爱他的原因。他大一开始就一直很努力，他成绩也很好，自己还天天在外面晚上去摆地摊卖那些小杂货什么的。大学
4年以来，我都一直在学校里面做些小生意啊、兼职什么的，我也存了不少钱。后面我大3下学期，然后我和一个合作伙伴就开始在我们学校附近开了一个卖衣服啊、鞋子之类的这种小店子，然后效益也还不错。后面我那合伙人的一个朋友，他就建议我们把它做大。我在学校里面，我总共存下来钱就2万块，然后我家里面又还借了我3万，我还东拼西凑的那些朋友还借了我2万块，总共7万块钱。后面在一个比较繁华的阶段就做了一个门面，然后我们把那个所有资金打过去准备进货。我回家过年之后，我第2年再去找他的时候，就根本就没看到他人，中间人也不知去哪里了。这个小伙子创业这段，你应该跟他共同经历过，对不对？是的，难吗？真的很难很难。如果就是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的话，可能别人就体会不到。从大1的时候开始，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钱嘛，我们就是晚上就把那个小地摊慢慢的就存了点钱嘛。其实如果不是为了我的话，他的钱应该可以存得更多的。但是因为我家里这个情况，为什么叫为了你？因为我家里这个情况，我妈妈，我读书的时候，妈妈也有60多岁了嘛。妈妈有60多了。妈妈今年65岁了。哇，你家里有几个兄弟姊妹？只有我一个。我妈妈41、2岁才生的我，除了大1的那个上半学期用了家里一点点钱之外，我一直也就是自己勤工俭学的。那个时候我特别节俭，舍不得吃肉，他就看我太瘦了，就把钱都省着让我去多吃点荤菜，所以他挣的很多钱都花在了我身上。但是这个创业等于是你们一起都在做，对不对？对，从大1开始我一直都跟他在一起。我们接着往下走。刚才其实女生已经声泪俱下的跟我们回忆了她母亲突发心脏病，她接到了家里人的电话，然后就要去看妈妈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你们俩的冲突就真实的出现了，对吗？因为那个时候我去医院之后，医生说就是那个心脏病，最好是马上做一个心脏搭桥的手术，光手术就要差不多8万块钱，再加上后续治疗，所以总共的话差不多10万块钱吧。那个时候真的要钱要得很急。然后那个时候他又亏了本嘛，然后他自己意志也比较消沉，他觉得自己很没用，就像被人家把钱给骗走了。我看到他自己那么着急，我真的我也不想为了这个事情再去打扰他，所以我就当时瞒着没对他说。我找朋友的话也借不到这么多钱，大家都是学生，都没有工作，还有我的那些亲戚，我们都是农村的，也借不到什么钱，所以我那个时候是找了我另外一个朋友。那这跟你那只是一个朋友，跟他分手有什么关系吗？他其实对我一直比较有好感啊哈，然后他愿意借钱给我的话，他也是有一点点条件的，虽然他没有直说，但是我知道，我既然已经向他开了这个口，我就已经做好那个准备了，就是要跟他在一起。你是怎么跟你男朋友说的呢？当时我只知道他有一个男人一直在追她，那个男人年纪比我们都大。在这个时候，他就在我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呢，选择了背叛了我。我当时真的很伤心。他怎么跟我说了呢？就说别来这里烦我，给我滚远一点。我当时真的很伤心，知道吧？我当时那么做，其实也是想让他快点去死心的，因为我既然已经就是答应了跟那个朋友在一起的话，我与其让他那么伤心，我不如干脆让他直接恨得更彻底一点。我也不想让他知道我妈妈的事情，你就当我是一个负心女好了。既然已经这么决绝了，这次是谁想复合呢？是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我妈病得快不行的时候，我都没有什么心情去想那么多。我觉得其他什么我的什么情啊、爱的都不重要，只要能救我妈妈，我真的什么都愿意做。那个时候如果让我拿命去换，我都可以。但是当我妈妈病好了之后嘛，我真的跟那个朋友在一起之后，我发现我还是没有办法忘掉他，所以我跟他在一起没多久，我就跟他分手了。我还是跟他讲清楚了，我那个朋友也原谅了我，他的钱我也还了大部分了。你拿什么还呢？我去年就是妈妈病稳定之后，我找了工作嘛，存了1、2万块钱，然后其他朋友也工作了，所以我一东拼西凑的还了我差不多6万吧。因为现在他也把我当朋友，他也安慰我说不要太急，你慢慢的还。我就觉得他是不是看到我现在好一点了，觉得我手头上有点钱了，你就回来找我。我哪知道你和那个男人现在是什么关系？万一他不要你了呢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可以告诉我，你现在所谓你认为的经济状况好了，人家来找你，你好到什么程度啊？因为我后面就是说我被他打击了一下，我觉得我还是要振作起来，我就是要做给他看。然后我就后面呢就找了合伙人呢，自己开了一个培训学校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我要是贪你的富贵，我干嘛跟那个男的去分开呢？他的经济条件你也知道的。你什么错都可以，难道你不知道一个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我当时觉得发生这件事，我就觉得很可耻。他走的这段日子，你想他吗？我也不知道，这种不好说。我听说今天你把你妈妈也带来了。
对，你带你妈妈来的目的是什么？因为曾经他去我们家的时候，跟我妈关系还是很不错的。我希望我妈妈出生在这里的话，能不能够帮我挽回她？我希望她能够多体谅我和我妈妈一点。来，有请女生的母亲。小心一点。我说你的孩子出了妈妈，来，大姐来这儿啊。大姐，你来干嘛呀？我今天来的事儿，就是想我女儿和涛儿他们2个人的婚姻走在一起。这个儿子的个性呢很好，对我也很孝顺，经常去看我，买很多吃的啊，到我家也就干活儿就帮我弄的。我对这小伙子呢是非常满意。我想还是请大家请观众，想和我女儿和好。我是对不起我女儿出名的女儿，没有，我这是亏欠。您没什么对不住她的哈。但是不这么想，咱不这么想啊。但是为我生病了，要花那些钱呢，才走到这一步，这跟您生病没2人关系才分手啊。妈妈，一讲起来呀，我是很负面。但是我老伴儿呢，我跟他2人呢是晚婚，我30岁才结婚，结婚也好多年了才生上这个小孩。我生他有42的，活到这一天呢，我是挺不容易的。我家里我也是儿头猪，又做不没钱。他爸爸瘫痪的，不能行走，不能走路，您这真不容易瘫痪都要喂啊。您今天来的目的就希望小伙子跟您闺女复合是吧？我想他们的复合啊，2人还是在一起。我今后我要女儿对他好。我觉得今天阿姨来，我还是很感动的，但是我也知道很矛盾。我要你马上就原谅我，可能你也一下子难以做到，但是我只是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能够再接近你。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证明我是真的爱你，我只能用时间来证明了。大姐，这样哈，这个现在身体怎么样了？心脏好不好？心脏好的70%、80%的啊，但是一腰般时间还不大好，都不能长期的站立。别操那么大心，年轻人的事儿自然会解决的。您下去休息一下好不好？别那么激动，好吗？我想就是呢，欠一个还一个，不止不跌第一个。我还是欠完了和他要求他们呢2人和好。欠一个万一个不如第一个啊，就希望他们俩和好。这个，那您先下去休息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注意身体啊，注意身体啊，好吗？慢点啊。我们现在今天其实面临着很多的抉择，有人性的，有情爱的，有道德的。4位老师们是怎么看的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